在我手上的这台就是最新的 Steam Deck OLED 版本，全新 HDR OLED 萤幕将游戏的视觉效果推向新极限，提供更鲜艳的色彩和对比度，以及高达90赫兹的刷新率，玩起来更爽。透过更先进的6奈米晶片以及50瓦时的电池，实现长达3到12小时的续航力。无论是高负载游戏还是日常使用，性能都更强大持久。Steam Deck OLED 也完美支援 Steam 平台，超过10000款游戏任你选择，更可以直接连到你的电视、音响、手把来提升游戏体验。今天就一起来带大家看这一台 Steam Deck OLED 是不是现在掌上游戏机的最佳选择吧。首先，这一代的外形大小跟上一代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小的设计变动跟调整。电源键从上一代的全黑调整为亮橘色设计，摇杆底座也从灰色改成了黑色。那针对一些比较困难复杂的游戏呢，它后面其实是有左右两边各2个自定按键可以设定，然后前面呢有2块触控板可以使用。那它所有的按键回馈管其实都跟一般的手把是差不多的，玩的时候如果速度很快的话，也可以跟上，不会延迟。然后其中有一个也蛮贴心的，就是它的摇杆上面其实是有一个凹槽，可以让你的手指更贴合它的这个摇杆，玩起来就是比较灵活这样子。再来另外一个跟上一代不太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前面这2个 L1、L2 的地方，它的回馈感更好。它其实机身会有一个小小的震动，虽然下去的时候触感是还蛮不错的。那这一代也比上一代更加轻薄，轻了30公克，就算你的手要这样子一直举着也不太会累。我常常就是在床上，然后这样子一直打，可能打1-2个小时，这样就过去了。还有呢，也要特别提到它的充电线真的是有够长的哦，你的插座再远，基本上都是可以插得到。例如说我的床离插座很远，然后这样子还是可以接得到。然后平常就躺在床上，然后边充电边玩这样子。那讲到配件呢，他们也附了这样子一个保护盒哦，它的防护力非常的好，就是它是蛮硬的一个材质。那平常就是可以直接放进去，然后就可以带出门了，非常的方便。不过还是要提到，这样子装起来呢，还是有一点分量啦。那这一次的重头戏萤幕呢，尺寸也有提升，从7寸提升到了7.4寸，它的纯黑对比率为100万比，宽广色域 118P3，就算是偏深色调的游戏，也可以看得清楚游戏细节。而且现在萤幕呢，在解析率不变的状况下，也可以支援 HDR 哦，那它鲜艳对比度会更明显。那这次的萤幕更新率也从60赫兹上升到了90赫兹，玩起来真的是有够爽的。只不过90赫兹我们这样子拍起来会有一点闪屏哦。那我觉得这次 HDR OLED 萤幕它最棒的优点就是在任何的光线啊、任何的亮度，你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就不会因为你今天在很暗的房间啊，然后有一些细节你可能看不清楚之类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讲到性能的部分哦。那这次归功于这个新的 OLED 萤幕以及6奈米晶片，它的续航又更加强大了，非常适合通勤或者是长途旅行用来打发时间用。在嘈杂的地方，你只要戴上降噪耳机，就可以立刻进入这个游戏世界。比如说搭飞机啊、高铁、捷运之类都还蛮适合的。那在上一代的40瓦时电池，在这一代也升级到了50瓦时，续航从原先的只有1个小时的游戏时间提升到了2个小时游戏时间。那依照游戏内容不同呢，整体的续航力大概可以撑3到12小时哦。也就是说，你省着电玩的话呢，搞不好搭一班长班飞机是 OK 的。那这边呢也非常不推荐用 Steam Deck OLED 来玩3A 大作，因为在这些游戏里面的细节处理，在这上面的标示都会太小，就玩太久眼睛会非常累。那这一代呢更新的散热系统，它的风扇又更大了，那加上它更有效率的 APU， 玩久也不太会发烫。那这边就不建议边冲边玩，因为这样子会加重它的发热。再来呢，就是这一代的一键休眠还有启动真的非常方便，就是你玩到一半可以直接按这个关机键，然后暂停，然后你可能忙完回来，然后再按一次这个按键就可以继续玩感觉这个设计在掌机上面非常合理，就是通勤什么非常好用。再来呢，就要讲到它所支援的游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基本上可以说呢，这台 Steam Deck 就是为了 Steam 平台而设计的，在上面有超过10000款游戏可以选择，其中当然也包含了3A 大作，还有各种小品。更夸张的，它还可以延续 PC 上面所有出现的游戏哦，透过游戏串流之后自动识别，就不用再另外花钱。另外在 Steam 的平台上面，游戏也会分门别类。那这个平台还蛮贴心的，就是他们把比较适合 Steam Deck 的游戏特别拉出来，有自己的一个页面，这样子搭配起来才会有更好的游戏体验。而且现在这样子玩下来呢，我觉得它真的非常适合单机游戏，可以说 Steam Deck 就是专门为单机游戏而设计的一款礼物哦。
那在外部配件相容的部分，我们都知道它是非常便于携带的嘛。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换一个玩法，你就可以把它接上电视或是荧幕。另外呢，你也可以接上手把啊或是音响来提升游戏体验。那针对不同的游戏玩法呢，你可以自由组合，例如说按键自定啊，或是手把加电视的组合，就可以随时随地用各种形式来玩 Steam 上面的游戏。等于它相容还有组合的这种客制化程度是非常高的。而且说实在话，接上荧幕之后，它感觉就真的很像一台游戏主机耶。就它玩的方式是真的还蛮多种的，就是玩起来爽度又变另外一个等级了。总体而言呢，这一阵子我玩下来，我真的觉得这一次的 Steam Deck OLED 它不管是在荧幕啊、电池寿命、性能以及下载速度都有所提升。比起上一代呢，这次 OLED 版本有优化了 LCD 版本的缺点，很多新的设计都是非常的贴心，有为玩家着想的感觉。另外呢，这次的价格也定得非常的漂亮哦，一样的价格可以升级更大的容量。目前官网是有3款的版本。那在最新的 Steam Deck OLED 它有2款可以选择，分别是512GB 是18880，那 1TB 则是21980元。那它里面有附的东西也有小小的区别哦。那在上一代的 LCD 版本也还是有卖的哦。那目前就是只有这一款256GB，然后13380。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一次的升级非常的有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烧到呢？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那影片的最后呢，也欢迎大家追踪我的 Instagram 账号，里面都会有很多独家内容。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